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在人间破100万预约，背后藏着多少当代观众的精神刚需？当社交平台被同一款赛博风海报刷屏，当朋友圈突然冒出许多讨论人格互杀的业余心理学家，当短视频里的影视博主集体化身预约监督员，不用怀疑，这就是赵丽颖和尹昉主演的《在人间》给影视圈投下的第一枚深水炸弹。这部剧尚未正式定档，却在爱奇艺和微博双端创造了100万预约的云上奇观，预约按钮都快被点成了热门景点打卡的。但比起数字本身的狂欢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串数据折射出的当代观众隐秘的观剧欲望。在官方释出的概念海报里，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站在数据洪流与霓虹光影交织的虚拟空间，身后无数碎片化面孔若隐若现，仿佛暗喻着每个现代人藏在手机屏幕后的分裂人格。这个画面精准戳中了 Z 世代观众的赛博生存痛点，谁还没几个社交人格呢？上班时严谨的打工人格，游戏里狂野的电竞人格，追星时上头的迷妹人格。在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的今天，剧中多重人格者在虚拟空间博弈的设定，简直像给观众量身定制的心理镜像。有趣的是，这场预约狂欢呈现出明显的用户共创特征。赵丽颖粉丝团把数据冲刺完成了大型沉浸式剧本杀，从99.1万冲刺100万的悬疑氛围营造，到最后1000人达成的集体倒计时，追剧的仪式感从开播前2个月就拉开序幕。有网友调侃说，以前是等剧更新等的抓心挠肝，现在是等预约数突破等的夜不能寐。这种参与感重构了观众与作品的关系，预约按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接口，而是变成承载集体期待的情感容器。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观众对赵丽颖高志峰角色的空前热情。当赵丽颖纯白高志峰话题阅读量轻松破亿，当粉丝二创视频里贾小朵的每个眼神都被解读成脑性女的摩斯密码，这或许预示着观众对大女主的审美正在迭代。从宫斗剧里的谋略型女主到悬疑剧里的脑力型女主，观众想要的早已不是开金手指的爽感，而是能照见自身生存智慧的镜像。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谁不想修炼出贾小朵式的人格切换术来应对多重人生角色？在尹昉饰演的徐天释出的角色海报里，那句你以为的偶然，都是我的必然的 slogan， 意外成为观众解压的另类出口。当现实生活中的失控感越来越强，人们反而在虚拟剧情里寻找确定性快感。就像有位网友说的，追悬疑剧就像参加脑力瑜伽，跟着编剧的逻辑线层层解谜，至少这2个小时能暂时忘记甲方改稿的抓狂。这种对可控悬疑的需求，或许正是短剧形式受宠的关键吧。集体量刚好构造个精巧的思维迷宫，又不会让人在信息迷宫里累到脱发。当然，100万预约的盛况也藏着影视行业的甜蜜烦恼。预约数注水的质疑声里，藏着观众对真实情感共鸣的渴求。粉丝多账号切换的冲刺攻略，暴露了数据游戏规则的空心化危机。但换个角度看，当仙台有数等剧的案例不断被拿来对比，恰恰说明行业和观众都在寻找新的价值锚点。比起虚假繁荣，大家更渴望看到真实的注意力巨变。站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界处，在人间的预约神话就像赛博世界投给现实的一封情书。那些在深夜里反复点击预约按钮的手指，那些为角色人格切换争论不休的讨论帖，那些把海报 P 成表情包的创意玩家，正在用 Z 世代的方式重构观剧仪式。或许当正片上线时，我们会发现100万预约数不过是冰山一角，真正沸腾的
是屏幕后无数个渴望在剧情里照见自己的灵魂。赵丽颖新剧在人间火爆，预约破100万，8集悬疑大作引爆期待。最近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直接炸场了，你敢信？才刚预约就破100万，还没播呢，热度就已经冲出天际了，大家都在盯着她的假小朵会是啥样。就这感觉，播出那天服务器都要崩。说实话，我看到那个海报的时候人直接傻了，2个人隔着车窗互望，宿命感拉满，像看悬疑大片。赵丽颖的眼神真的会杀人，尹房也是那个冷冷的表情，有点意思。关键是这剧才8集，这怎么够看？谁能忍得住？还有更离谱的，预告片一出，网友直接疯了。无限流、多重人格、游戏闯关、悬疑，你说这么多标签一股脑塞进去，能不抓人吗？有网友说，要是质量不行，我可能会当场裂开。但我看着赵丽颖的眼神，感觉她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不是我说，这剧情设定也太刺激了，主角们在不同身份间切换，还得完成各种任务，那场景简直是《盗梦空间》加鱿鱼游戏的混合版。我脑补了一下，假小朵估计会是那种表面普通，结果越挖越深的角色，再加上她的细腻表演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她的爆发力了。你敢信？这预告片里还有人格崩塌和现实扭曲的场面，网友直接炸了！丽颖姐又要出神作了。我看弹幕都开始提前讨论，最后会不会是一个反转大结局？太有代入感了。说实话，这种短剧就是让人上瘾，8集追起来也不会累，但就是不够看，真的不够。然后我刷微博，发现预约的人已经突破100万，评论区比剧本还精彩。有人说赵丽颖的眼神真实有故事，光看预告我就想哭了。还有人直接喊话，尹昉这次不会让我们失望吧，期待演技爆发。我人都看傻了，感觉大家已经提前过节了。关键是这剧的制作团队也太强了吧，编剧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感觉脑子挺卷的。无限流这种东西，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搞成智商悬崖，但从预告片来看，逻辑还挺顺，剧情紧凑不拉胯。赵丽颖和尹昉的对手戏绝对有看头。哦，对了，说起来，尹昉这次的角色好像挺不一样的。他之前不是演警察、硬汉啥的吗？这次居然要玩人格分裂。我看到有网友说尹昉的角色设定感觉要出圈，我也觉得这次可能是他演技的一个突破点，期待他。还有网友爆料，这剧的导演曾经拍过好几部悬疑大作，口碑都不错，那就更让人放心了呗。毕竟赵丽颖的剧一向质量在线，她挑剧本也挺挑剔的。就这阵容和剧情，我直接预定年度爆款好吗？但说实话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最近国产剧不是挺爱玩概念的吗？高开低走的大剧，看得我人都麻了。开头劲爆，后面无力，这种剧真的太多了。但赵丽颖的眼神告诉我，她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希望这次可以稳住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赵丽颖最近的选角越来越有挑战了？她从偶像剧甜宠到现实主义，再到悬疑无限流，跨度真的太大了。假小朵这个角色感觉又是一个需要爆发力的角色，她肯定是想突破自己。说实话，这种野心我挺佩服的，但这话也不能说满，毕竟还没播。演技和剧情我暂时放心，但节奏和细节处理就得看导演功力了。无限流这种东西特别考验细节，如果逻辑不严密，观众直接全网开喷。滤镜碎光不说，剧组估计也得社死。不过赵丽颖的粉丝是真的猛，我昨天刷了下话题，直接被她的后援会震惊了。
大家全程在线宣传，还在各个平台刷预约链接。你敢信？这剧还没播，就有一堆人开始分析人物关系了。粉丝太用心了，剧方估计都感动哭了吧。说起宣传，赵丽颖最近的路透也挺多的。她本人好像对这部剧超认真，听说在拍摄的时候特意研究了角色的心理状态。就这，真是敬业的典范。难怪她演啥像啥，人家不是随便拍的，是真的钻进去研究了。最后，我还是想问一句，这么有潜力的剧，为什么只有8集？是谁规定短剧就要这么短？我感觉8集根本讲不完吧。网友也是不满，纷纷要求加长，但官方直接无视，估计是拍完了没办法改了。你们怎么看？评论区整起来。